天水发现了一个馆藏丰富且特别清静的宝藏博物馆，它就是位于南国寺大景区入口的承继博物馆。所谓承继其实是个古老的县名，它就在天水这一片，但如今已经不在了。我们眼前的承继博物馆是一家私人博物馆，内藏各种文物2万余件，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海外回流文物。我不确定海外回流文物占比多少，只知道不会少于1000件，多的话可能是上万，所以说它是万千件。现如今这家博物馆只开了一半，但参观体验仍然非常好，甚至我还在这个博物馆里发现了一个酷似黑神话悟空黄眉人种蛋的文物。所以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取景地的番外篇，这次发现完全属于是个意外，所以叫番外。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节目，有了这件文物，黑猴玩家们估计都得来天水尝尝麻辣烫了吧。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甘肃省天水市的承继博物馆，看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包场。在承继博物馆门口扫码即可免费参观，路上能看到导览图，但你只需要关注 A 展厅，因为只有 A 开了， B 展厅目前是关闭状态。这个 A 展厅的外观是古建，总体是明清画风，但斗拱的画风不像明清，鉴定为不同朝代风格杂糅的建筑。现在我们进入1楼陶器馆，按照博物馆的惯例，一般都是新石器时代陶器打头阵。这边当然也不例外，看这个人文陶器，你看它和天水世博的挖纹陶器像不像？一旦抽象到一定程度，就不太容易区分了。后边汉朝的陶器区里，不知道为什么混进去了3件5代文物，或许因为他们的风格和汉代的陶塔很像，但毕竟晚了好多年，所以他们的画风更精致一些。尤其这一尊陶塔，属于是既有对外来宗教的传承，又有逐渐本土化的元素。这几尊博山莲也是汉代的，盖子是博山形的盖子，和博山炉造型差不多，但里边装的是女性化妆用品，所以叫博山莲。这几尊脑洞大开的则是陶灯，这一堆是汉代的着衣式彩陶俑，原本他们身上都有衣服，还有木质的手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木手臂和衣服都已经朽烂，就变成了当下的这副模样。待会儿看到唐代时，你还会遇到一组仪仗俑，他们和这些汉俑有个近似点，虽然博物馆没有明说，但这些陶俑的姿势很明显是手持东西的，猜测是木头做的东西。如今千百年过去了，他们也消失不见了。在唐代展区里，这个彩绘胡人骑驮祭月俑很醒目。根据知识展牌得知，冲着我们的这2位，左弹琵琶右弹筝，斜后方这个人在吹笙，最后一位挡住了看不到，得换成仰拍角度才能看到他夹在腰间的鼓。再看这一套陶乐舞俑，他们保存的也很完好，甚至能看清楚手里的乐器。看这前排的3位，从左到右分别是排箫、箜篌和细腰鼓。而这一组陶俑，无论是常见的骆驼还是胡人形象的商人，无一例外都和丝绸之路相关。说到大唐的繁华，前面的乐舞都是表象，背后的贸易才是根本。眼前这些陶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再看这些个陶彩绘贴金踏鬼天王俑，之前在天水世博看到了近似的陶俑，但是一直不知道人踩人是几个意思，还以为是行为艺术。看完这边才知道，原来这些天王俑是用来镇墓的，把鬼踏在脚下是为了守护墓主的安宁。踏鬼好理解，但是把牛踏在脚下的又是几个意思？这个我就看不懂了。当然，陶俑反馈的人生真实并不仅限于此，这些陶氏女俑表明唐代是真的以胖为美。而这一对陶鬼祭俑就像是2个人在悄悄商量什么事儿。话说我有2个电子老婆，就专门喜欢 cos 他们，感觉还挺像。之后在宋代，耀州窑的瓷器闻名遐迩，天水也有很多耀州窑瓷器留存。之前看的世博是如此，这边也不例外。墙上的展牌还有关于瓷器发展史的简略介绍。等我忙完这一段，就到北京故宫武英殿的瓷器馆细说这段历史。最后面的一大组则是唐三彩和宋三彩。唐三彩名气很大，大家基本都知道，这是用高岭土配合其他矿物质烧制出的彩釉陶器。这里要注意，别看它又花花绿绿又光滑，但它并不是瓷器，而是陶器。宋三彩则是在唐三彩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工艺上的新发展，但在博物馆中比较少见。至此，我们就彻底逛完了1楼陶器馆，然后我们登上楼梯奔向青铜馆。实际上，青铜展品从楼梯里就已经开始摆起来了。比较醒目的是汉代的鎏金铜饰件，看他们这个描述也是被用在墓葬里了。如果我把镜头切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清楚上边的花纹。咱们看这个，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然后这边有奏乐的侍者，这边有战车，这2边是手持兵器的守卫。现在我们来到2楼青铜器馆，
上来就看到了这个铜鼓，来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铜鼓是秦代的，其实是汉代的五铢前文铜鼓，上面的小东西是蛙式，但我看了几圈铜鼓也没发现五铢前文在哪里，可能这个铜鼓是镇馆之宝，所以没按照年代摆放，但后边就按照固定的顺序从商周青铜器开始展览了。这件青铜复丁弓是西周酒器，其实后来也一直在用，比如在《史记》中，弓的出镜率就挺高的。再看这一套兽首铜仪和窃取纹青铜盘，是用来进行握冠之礼的。所谓握冠之礼，是贵族阶层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礼仪，听起来又神秘又高级。结果一看这示意图，嗨，这不就是用流水洗手吗？看来未知和陌生的东西才有高大上的感觉，一旦变得熟悉就没那个味道了。再看这一排商朝酒器，中间3个是孤，两侧大个的是尊，酒与祭祀密不可分。商朝人以酒礼和生命来祭祀他们喜怒无常的神，这个将来到殷墟博物馆细说。下面进入一个重点，也就是青铜器的盘螭纹与盘毁纹。说白了，盘螭纹就是盘起来的龙纹，盘毁纹就是盘起来的蛇纹。是龙你得盘着，是蛇也得盘着。这几件青铜器的说明牌写的是蛟龙纹，其实是盘螭纹的另一个叫法。这类花纹最大的能有这么大，这些铺满了小蛇纹的就属于是盘毁纹青铜器，最粗大的能有这么大。这些花纹一变化就不太好认，比如这个炭炉展示牌如果不说的话，我完全认不出来这是盘螭纹。另外炭炉中心处还有个蜡封，不知道是谁封的。再看这个盘毁纹铜釜，它变成梯形了，我又认不出来了。釜是祭祀时盛放主粮的器具，不知道应该算饭锅还是算饭碗。下一组是本馆的著名文物，也就是春秋时期的青铜羽翅龙形器。什么叫羽翅呢？其实是因为它的侧面刻了不少简化版的盘螭纹，简化之后就被称为羽翅纹了。它名字叫龙形器，那是个什么器呢？看背后下方有2个用来固定的洞，猜测是固定起来充当气氛组的，但它这个造型想来应该是气氛组中比较重要的那一批。往后到了汉代，铜器的花样就比较多了，此时有了铜器鎏金工艺。简单来说，鎏金指的是将碎金片和热水银放一起合成金拱旗，然后涂抹到青铜器表面，再进一步烘烤加热，使水银蒸发，黄金留下，再对镀到铜器表面的黄金进行捶打压磨，让它粘牢，这就是鎏金工艺。除了操作人员容易中毒之外，其余简直堪称完美。但话又说回来了，和镀字相关的工艺中毒的概率本来就大。为什么我知道这些？因为我以前就是干电镀的。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明朝的铜鎏金佛冠帽，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黑神话悟空里黄眉的人种袋就是这个画风的。我找了高清原图对比之后发现，两者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上面的元素尤其是佛像的布局是高度相似的。游客极有可能参考了这个文物的外形，就算不是眼前的这一尊铜鎏金佛冠，大概率也是其他的同类文物。这便是我本次天水之旅的意外发现。至此我们就彻底逛完了天水城际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好多精彩的陶器、青铜器，更是意外和黑猴元素重逢了。近期本不打算出他的视频，结果他自己蹦出来了，只好给他出一期。那是命运的丝线，也是文明的血脉，让我们连到了一起。如今天水逐渐火起来了，这是一个正统人和的起点，但绝不会是甘肃爆火的终点。焉知今年8月之后，位于天水的城际博物馆会不会因为黑猴的横空出世而再度爆火一次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